嗨，大家好，我是阿汤。我们接下来分享呢，就是我前阵一直预告的，就是我做了一个 LINE 的全能的机器人，其中的功能呢，包括了可以记账、查账，然后建立行事历。那剩下的问题呢，都会变成一般的资讯来回答。那像这样全能型综合的机器人要怎么去制作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Go！好，首先在开始之前，跟大家先展示一下，这次做成的这个 AI 全能型的机器人呢，长相呢大概是像这样子。如果你有用过 Make.com 来制作过任何自动化流程的事情呢，应该可以知道 Make.com 呢使用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即便呢做成这么复杂的感觉，但其实在操作上并不复杂，也蛮简单的。好，那我们先给大家示范一下，这最后做成的功能长得像怎么样子呢？这边呢，先说明一下这个逻辑呢，就是我们先透过 LINE 收到讯息之后呢，会从第一层呢去判别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像网上这个是记账，这个呢是建立行事历，这个呢是查账。剩下呢，如果不是这三个的话呢，就会进入一般 AI 的这种问答的模式啊。比如说第一个记账，那这个记账其实我们之前的影片里面都已经有讲过了，那就是很简单，我们很口语化的可以讲。好，比如说夜市吃了晚餐，额外今天200元。好，我们把它按下去，好，它会开始送，你看它会送出去，然后 AI 开始判别之后，然后帮你记完账之后，然后回到这边告诉你讯息。接下来第二个呢，建立行事历，我用一个已经既有了。给大家看一下，这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今天下午2点去白沙屯妈祖庙，然后和老婆去，然后你可以讲2小时前提醒我，一样的，它会判别之后，然后走行事历这条路，然后这边又开始帮你解析你的语句，然后把它产生成行事历的格式。建立完之后呢，这边也会回复你建立的内容是什么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点击这个连结也可以直接去看一下你的行事历。第三个查账，这次我真的是搞最久了。比如说呢，你如果记了账之后，那我要怎么去查呢？像我在之前那支记账的机器人影片教学里面呢，我是教大家呢是把试算表呢下载成 CSV 档，再丢到 ChatGPT 或者是其他的 AI 去做分析，然后用互动的方式提问嘛。那这次呢，我就直接把查账这件事情呢结合到 LINE 的机器人里面来。比如说像我这个月记完账之后，我可以问他说我这个月已经支出了多少啊？一样的，他会去查询你的 Google Sheets， 然后再透过 AI 分析之后，直接回答你啊，这个月呢花了多少钱，然后个别分类花了多少钱。剩下部分呢，如果不是以上3个功能的话呢，就会回到一般的 AI 模式嘛。比如说我们可以问鸡蛋糕的食谱，好，这边简单就只有1层嘛，判断之后，好，这边就给你鸡蛋糕的食谱就出现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带大家来建立起这一个强大的 LINE 的 AI 全能机器人。好，首先呢，如果你还没有用过 Make.com 的人呢，麻烦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我往前有一支 LINE 的记账机器人的教学，看一下呢整个详细的流程，然后你再回头来看这支影片，这样会比较好进入操作。好，首先第一步骤，我们到了 Make.com 里面登录之后，创建一个新的场景，点击右上角。再来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 Webhook， 然后 Custom Webhook。这时候按右边的 ADD，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Test， 或者是呢，你可以命名一个你自己好记的名称，这是没有问题的。好，按下 Save。接下来这边会产生一个 Webhook 的连结，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第二步骤呢，我们就先到 LINE 的开发者这边来，然后登录一样，点击第一个就是创立 Providers。好 ，Provider 名称你可以自己创建，按照自己需求，然后建立一个好记的就好。好，建立。好，再来呢，点击新增一个讯息的 API Channel。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 LINE 的官方账号来作为机器人使用。这个官方账号呢是完全免费的，只是建立自己使用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的费用产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自己去一直申请。好，这边名称我一样就是用 test 就好，记得大小分类都可以随便选，然后按下确定，然后一直按下一步就好。这边不需要认证，你就稍后进行认证，直接前往管理画面，同意继续使用。好，进到这边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叉叉按掉。然后呢，第一步骤就是把聊天打开，第二步骤呢就是把 Webhook 要打开，这个会点不了，请点下面这个开启 Messaging API 的设定画面，启用 Messaging API。好，选择你刚刚建立的那个 provider 的名称，像我是用 test， 那就按同意。这个不用填，请按确定。按确定。好，这边有个 webhook 网址，请把你刚刚 make.com 产生的这个连结，把它复制过来，贴上去，按储存。回到呢 LINE 的开发者这边来，点击你刚刚建立的这个 provider， 点它，然后这边会出现你刚刚建立的 LINE 的官方账号，点它。
好，点击第二个 Message API 切换过来，然后往下拉，看一下这个 Webhook 的连结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呢，往下打开 Webhook， 然后第二个也把它打开。好，再往下最下面有一个 Channel Access Token。这个呢，我们可以先按 Issue 把它产生一组 token， 这个先不用管它，先放着，等一下才会用到。好，这么一来呢，耐的部分呢，我们就已经先设定好了，这我们后续会用到。回到 Make.com 这边来呢，我们第一个 Webhook 的部分就完成了。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试看看传送一则讯息给他啊，我们按 Run Once， 好，这时候呢就会进入执行状态，它就会等待呢你的讯息。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先随便传一个讯息给他 Hi 就好了，确认一下有收到讯息，那就没有问题，也会产生第一个讯息的这个结构给你，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用到。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一个环节，也就是呢，当讯息送进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这个内容。好，我们要用到的呢是 Open Router 这个服务。为什么用这个服务呢？因为 Open Router 里面呢就已经有建立一些免费的 API 可以使用，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付费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 OpenAI 来使用也没有问题。那我这边介绍的呢是完全免费的方式去创建的啊。比如说呢，我们选择 Open Router 之后呢，我们选第一个这个建立一个聊天的。然后这边点 ADD， 好，这边呢你可以输入任意一个名称，然后 API key 要怎么产生呢？我们到 Open Router 这边注册，然后登录成功之后，来这边按一个创建金钥，金钥名称你可以自己随便输入，按创建，好，复制下金钥，回到呢我们刚刚 Open Router 这边，把 API key 贴进去。按下储存，往下呢 Message 这边要新增一个 item， 然后若这边可以先选 User。Content 的部分要怎么填呢？我知道这个大家都是比较困扰的地方。像我们呢，第一层是要让它去判别你的这个讯息作用是要干嘛。好，这边呢，以我自己这次要做的呢，主要分为查账、记账、行事历，还有其他。这些呢，也就是直接给它一个指令，请判断以下使用者输入的讯息是哪一个类别，然后只回复其中一个分类标签，不需要多说明，就是只会给你1、2、3、4这个选项，然后分类出去。好，这边呢会按照语义去分类，这边其实往下呢我是多一点范例给他，以免呢他会在判别的时候呢出现问题。上面的这一组 prompt 呢，这些我全部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复制来使用就好。但是复制完记得最下面的使用者输入如下，这个如下是要你自己刚刚耐送出的这个讯息，点击一下之后，右边呢或是左边看你的萤幕大小啦，就会出现了这个可以去点击，请把 Events点开，然后点开 Message， 这边呢就是有刚刚那个 Test， 把它按一下就会加到这里边来 ，OK， 这样就没有问题。好，再来往下呢，我们要选择一个 AI 的模型，我们要用哪一个模型呢？这边呢我测试下来，我都是用 Google 的，你可以搜寻 Google。然后我用的呢是这个 27B， 后面有括号 free， 也就是免费的。好，这时候按下储存，这样第一层的判断呢就完成了。我们要怎么确定它有没有成功呢？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一样呢，我们点击 Run Once，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送出讯息来测试看看。比如说我们来记账好了，夜市花了20元，好，它会去判别。我们来看一下判别怎么样。你可以看一下它送出完之后，在 Open Router 这边点击上面这个搜寻，也就是可以看结果。我们可以把 Output 这边呢把它点开。然后点开 Message， 好，可以看一下它 Content 呢，就把它归类在记账，所以这个大致上就不会有问题的。这个指令我也是已经经过很多次测试，基本上没有出过任何错误，都可以分析的蛮精准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完成第一层的判别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个别制作每个判别之后要做的事情。这时候我们要新增一个 Router， 那我们可以输入 ROUT 搜寻，好，把这个点击。Router 呢就是用来做分支用的，这边呢我们比如说我们一次会做4个分支，好，把4个分支就打开来。第一个分支是什么呢？记账，好，我们先把它记账，先把它打一下记账。这边呢只要点一下，然后去选择前一层的 Choice Message， 然后把这个 Content 按一下，它就会加进来，就是 Open Router 输出的那个类别的内容是什么。这边呢我测试了一下呢，虽然呢你如果是选择 Equal to 的话呢，它是等于什么？没有错，但是呢，有时候呢 ，AI 这个输出的内容或者空格或什么会产生一些问题。后来我决定呢，选择 Contents 这个是最好的，然后你让它等于记账，这样呢就会判别比较精准一点。然后按下储存，好，接下来第二个一样，我们就用一样的方法查账，然后下面一样点查账，然后这边选择 Content， 然后这边一样，我们再把它点出来，就是刚刚那个内容 Message， 然后 Content 点下去，按储存，好，依序这样制作，然后下一个建立行事历，看你想要做
几个判别，那你就是做几个分支，这个分支可以无限做。那判别你就是让前一层去做就对了。这边一样，把它点开。如果你不想重复做这个动作啊，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直接复制起来，也是可以的。看到这里是不是想打我？不早点讲。第3层这边呢，就是输入形式例，因为我们前面判别给它的类别是形式例3个字，按 Save。第4层是其他，记得这个比对的文字要跟你 OpenRouter 的分类是一样的哦，设定是要一模一样的。选择 Content， 然后这边我们就刚刚复制，直接贴上来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完成。好，接下来我们这样4层分类分好了，我们就要依序来制作这4个机器人的后续。好，首先第一个记账呢，如果你已经看过那一支记账机器人的教学的话，后面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第一层送出多了判别而已。好，这时候我们按加。好，第一层是什么呢 ？OpenRouter， 然后一样点击新增一个聊天，这个就不用再选了，用同一个 API 就好了，就是你刚刚创建的那一个 API 名称，把它点击进去。好，再来呢，记账的这个讯息内容要怎么打呢？指令 prompt 呢，我一样会贴在资讯栏，把它贴上去之后，第一个这边呢要去选择 Webhook 送出的这个讯息内容，点击这个 test。那么 even 点开 message， 然后 test， 然后 raw 呢选择 user， 往下这个 raw 选择 user， model 呢一样都选择 Google 就可以了。重点就是用免费的。好，这边呢我们就没有问题，直接按下储存。记账的部分呢一样的，就是透过 OpenRouter 帮你整理好内容之后，帮你分类出来。我们利用 JSON 呢把它分开栏位。搜寻 JSON， 这边要选择的是这一个。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的，你就反正先点击 JSON 进去。好，往下就会找到这一个 JSON 的 string 呢，要哪里来呢？也是前一层，这边最上面都会是前一层。然后你就把 choice 点开 ，message 点开，然后选择 content， 把它点进来到这里来。好，那结构的部分呢，我们要点击 add 新增，按下 generate， 然后 sample data 就直接贴上去。我们刚刚在前一个指令里面有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在 OpenRouter 里面有这个格式，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就可以到 JSON 里面，然后把它贴进来。那这边呢前后可以加一下括号，这样就成了一个 sample data 的格式，然后按 generate， 它就按照你给它的格式产生出这些内容。好，按下 save。好，再来 JSON 的字串呢，这边前后呢记得也要加上括号，它才会正常的往后产生。好，按下储存。好，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这些分好的格式呢填到 Google 试算表来。这时候我们往后再按加，新增一个模组，这时候就要选择 Google Sheets。如果这边没看到，就在下面搜寻 Google Sheets。这时候我们把 add a row 新增一个栏位，这边点击 add 之后呢，去登录你要使用的 Google 账号底下的那个试算表在哪里。比如说这边我已经有登录 Google 账号了，往下之后呢，这两个它会预设就带出来，不用管它。然后这个呢 ID 你去点击这个就可以去选择你要使用的试算表。好，接下来呢它就会带出呢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些栏位，好，我们就可以一一的去填入。好，试算表第一个日期的这个栏位呢，会建议大家直接填入我给的这个指令就好了，因为呢我之前有试过让它自动产生日期呢，很容易有问题存在。虽然一样可以透过 OpenRouter 来解决，我觉得要根除问题的就是我直接填入这个，然后来产生现在的时间是最干脆的。再来收支就点击前一个 JSON 产出的这个分支的类别，然后类别一样点击就是照着点，依序点完就对了。项目，然后再金额，然后备注就是备注。好，这样呢，第二个，这样呢，试算表部分呢就设定完成了，往下都不需要再设定什么。好，按下 Save。好，完成 Google 试算表的部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让 LINE 回报讯息，然后按加新增模组，然后一样呢，输入 LINE 来搜寻，然后点击它之后，选择第一个送出回复讯息，点击右边的 ADD， 这边呢需要呢你的 Channel Access Token。然后名称你可以自己输入，那这个 Access Token 呢，就是到我们刚刚开发者这边最下面产生的这个 Channel Access Token， 然后把它复制下来之后，我们就把它贴过来，然后按下储存。再来 Reply Token 呢，就点击它之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 Events， 再把它点开，然后再点 Reply Token， 然后就会加进来了。然后回复的讯息呢，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我这边简单一点，就是直接看一下我的内容是什么，收支、类别、项目，然后金额、备注内容，我就直接这样分行就好，什么都不加，然后按储存。接下来我们就会来 Run Once 来试看看啊，比如说你看一样，夜市花了20块，判别是要记账，然后就跑这一条 ，OK， 然后就完成了，记账就出来了。那在试算表这边呢，我刚刚也有去看，没有问题。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机器人的第一个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二个大家没有做过的，就是建立形式例
例这个功能。好，判别你要建立行事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要新增的模组呢，一样是 Open Router 建立一个新的聊天的视窗。这边呢 API Key 呢，如果已经建立过，就不用再管它，就是都选这个预设了就好。好，再来 Message 的部分呢，指令是最重要的，若呢一样是选 User。那 Content 这个 Prompt 呢，到底要输入什么呢？好，这边有贴一个范例给大家看。今天呢是什么日期？这要先给它一下，因为有些模型你告诉它今天，对于今天这个定义是定义不出来的，所以你要先贴上这个呢，让它知道今天是哪一天，然后它就用这个日期来推算你讲的日期时间是什么。好，这边以下呢会给它一些行事历的格式。好，简单说明一下，行事历格式呢，它会包含行事历的名称，然后行事历的起始日期跟结束时间。这边我给它备注，如果没有提及你要多久的话呢，这边会就是自动设定1个小时，就比如说你是10点开始的话，它就11点结束。那如果你有告诉它的话，它就会按照你告诉它的时间。好，再往下地点呢，如果你没有给它，它就直接空白，这没有问题。然后描述跟提醒都是，比如说描述没有就会空白。那如果提醒呢，如果你没有给它，预设呢就是会设成60分钟前会提醒你这个行事历。那如果你有告诉他多久之前提醒你，他就会以分钟为单位，然后来帮你做这个记录。好，一样的 prompt 呢，你输入完之后，在最下面这个使用者输入如下的这一个呢，记得 events 这个你要自己点一下，点开 events， 然后 message， 然后记得 test 按一下，把这个讯息加进来，它才会去判别。好 ，model 的部分呢，一样选择 Google 就好了，免费的我们就是把它用好用满，这样没问题之后呢，第一层就搞定了，然后把它按 save。好，接下来行事历的第2层呢，当然我们就是要用JSON 来拆开它每一个栏位，一样点击 JSON， 然后按这一个要来拆开这些栏位内容。好 ，string 呢就是前一层 Gemini 呢产生出来的这个 content， 点击进来，结构的部分呢按一下 add， 这边也按 generation， 然后 sample data 这边呢就是直接把它复制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格式，那这个我一样都会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直接复制。按一下 generate， 产生出这些栏位之后，就可以拉到最下面。没有问题的话，就按下 save 储存。好，那 JSON 的部分呢，一样 string， 这个记得要帮它加上前后的括号，这样下一层送错的时候才不会出错。好，按下 save。好，拆分完格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出到我们的 Google 的行事历。这时候我们选择 Google 的 Calendar。你可以用搜寻的。好，这时候我们点击 Google Calendar 进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建立一个 event， 就是创建一个活动。这边点击 add， 然后登录了你要使用的那个 Google 账号的行事历。好，再来往下 Calendar ID 呢，这边你下拉之后呢，如果你没有特别需求的话，我会建议你就选择你自己主要的那个就好。再来活动的名称呢，这边点击之后，然后选择 JSON 的第一个行事历里名称，起始的时间，然后再来结束的时间，然后往下这边把它点 Show 进阶的设定，然后再就可以往下拉，然后这边是描述内容，然后地点，再来往下有个提醒在这里 Reminders， 然后把它点击 ADD Item， 这边选择提醒的方式，要用 email 还是跳出提醒，然后时间呢，你可以选择提醒，点击进去。好，没有问题之后呢，这边我们可以按储存，这样 Google 日历的部分新增的话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一样可以再新增一个 line， 然后来创造回报的机制。好，这边一样点击 Send a reply message， 然后这边选择我们刚刚建立的那个连结，然后一样 reply token， 就是拉到最前面 events， 然后点击 reply token 把它加进来。message 的部分呢，如果你直接这样点击加入啊，没有不行，但是呢格式会有点乱。你可以按照我这样的格式直接把它贴上去使用。好，那前面这个你就自己修改一下为自己的，比如说 summary， 自己重新点一下你这边的 summary， 然后这个 start 你就找一下你自己的，把它点击进来，然后结束时间这里自己把它点击进来。好，在 location 这边旁边都有，然后更多资讯，在 HTML link 一样，这边都会有 HTML 的 link。没问题之后呢，你就按下储存。好，一样呢，不免俗的，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按储存之后，那我们点击 Run Once。好，我们来建立一个行事历。那么它就会自动跑行事这一排，判别之后就建立完成了。这么一来，我们就完成了记账还有行事历这一排的功能，就有2个了。那这时候你其实就是输入记账的内容，它就会跑记账。输入行事历的内容呢，它就会跑到行事历帮你去做建立。好，
好，再来我们来做第3个最简单的。第3个就是当你进入其他的时候呢，就会直接进入 AI 的问答的模式。好，一样点击这个加 Open Router， 然后点击建立一个聊天之后，这边的 model 呢，你一样可以选择你要使用的 model， 不一定要选择 Google。如果你喜欢 DeepSeek， 你可以选择 DeepSeek， 这没有问题。就是你选择一个可以当做你一般聊天的 AI 的资讯问答机器人。我一律呢都是选择 Google 的模组。好 ，Message 的部分呢，你就直接给它 Content Event Message Test。然后若呢选 user， 为什么这边直接点击不需要给它指令呢？这边呢其实就是直接使用你的问答，这边呢你可以直接简单，你就直接使用你一开始给它的讯息，它就会直接按照你的讯息来回答你内容。当然，如果你想要让它友善一点，或是回复比较可爱一点，那内容不要有现在那些符号，那你也可以这样下指令。一样我会贴在资讯栏，我是这样子，就是语气亲切、自然、不死板的 AI 小助理。然后这边我是让它不要去有那些有的没的符号，所以呢我是这样去填写的。最后一样使用者讯息，记得自己去填一下，按一下把它产生出来，按一下 save。最后一样要加入 LINE 的回报机制 ，send a reply message， 然后 reply token 记得自己点一下 events 点开，然后往下 reply token message 这边呢基本上你不用再选择了，就是直接去点前一层的 open router 的 choices message， 点开 content。好，按下 Save 之后，接下来呢，我们一样可以来测试一下储存，然后 Run once。比如说一般的问答鸡蛋糕食谱，它就会直接透过 Google AI， 然后查询之后，透过 LINE 回复给你。好，这边就获得了一般问答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很简单？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完成了记账、建立行事历以及其他问答的部分，我们就直接透过 AI， 然后来得到资讯，回复到 LINE 来。做一个查账功能呢，阿汤这边也要分享一个消息给大家，就是阿汤最近呢开始使用会员专属频道的功能了。每个月你只要花75块，请我喝一杯咖啡的费用。每个礼拜呢，阿汤都会提供一支专属影片给频道的会员，像是上次介绍的LINE记账机器人。如果你想要共同记账的话呢，延伸功能这边教你怎么去辨识谁记了账，用在家庭共同记账，或是情侣共同记账、夫妻共同记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像我们这次的LINE全能 AI 机器人这个查账功能呢，阿汤也会放在会员专属频道里面。如果呢你想要自己尝试制作看看的话，这边我会大概跟你讲一下这个逻辑以及流程。首先呢，判断为查账之后呢，先进入 Open Router， 它会帮你呢按照你的语义，然后分析出来，产生呢相对应的指令要给 Google Sheets， 然后 Google Sheets 呢这边按照你给的指令找出对应的筛选资料之后，它会分成一笔一笔一笔的，然后再来呢就用 Tools 把这些资料全部整合起来，最后再用 Open Router 呢选择一个 AI 模型，分析完资料之后呢，再按照你问的问题给出答案，然后再由 LINE 来回复你，这样呢就完成了一整个查账的这个流程。其实 Make 这个自动化流程，只要你用熟悉之后，大概都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做。大家呢不妨可以试试看，自己建立看查账的功能。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欢迎大家加入阿汤的会员专属频道，每个月只要75块哦。最后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大家呢在建立 Make 这些自动化流程的时候，应该都会经由不断的测试，然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Open Router 这个 API Key 很容易呢就达到了每日可以使用的这个上限次数。除了建立其他账号来使用之外呢，我也建议大家呢可以使用少少的成本来大幅的提升你每天可以使用的免费次数。比如说像 Open Router， 它其实有一个规则，就是只要你在这边呢储值10个点数的话呢，你每天可以使用的上限次数会提升为1000次。记得它是免费提升1000次，而且是每天。只要呢你没有使用超过1000次，或者是呢你没有去使用任何付费的 AI 模型的话呢，这个呢10个点数呢它会一直留在这里，它是不会动到的。所以呢我这边会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储值10个点数，也就是$10左右，就可以享受了每天有1000次的免费使用次数哦。好，整个流程建立完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回到前一页，然后按上 On， 然后就可以去进行测试了。如果测试都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让它自动的开始运行起来咯。看完教学之后，大家也做出来吗？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还想要再加什么样的功能进去？或许我后面会再考虑把它加进去哦。当然，只要你了解了 Make.com 的这个制作的逻辑原理之后，接下来你自己的LINE的机器人，你想要加入什么样的功能，都可以持续把它加进去。那你这个机器人就会越来越强大咯。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加入我的会员专属频道，每个月只要75块，每个礼拜我就会送上一支延伸功能的教学给你。最后，当然别忘了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那我是阿汤，下次再见，拜拜。